这一期的内容就是维摩诘居士用一切佛法来庄严自己的国土。有人以为学佛只是自己一个人学，学了好像什么都没学到，岂不是很无聊？其实诸佛法全都是自己的眷属，看维摩诘居士怎么说。在这个法会当中，有一位菩萨叫做普现色身，从这个名字可以看出来，他是用各种不一样的色身去度化众生的菩萨，跟观世音菩萨比较接近。普现色身菩萨问维摩诘居士，你的父母妻子、亲戚眷属、你的长官、下属和老师，他们是谁呢？你的奴婢、童仆、像马车乘这些财产都在什么地方呢？这种问题是很一般的，但是竟然从一位大菩萨口中问出来，想必他知道维摩诘一定会有高妙的回答。维摩诘居士用偈语答：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白话文就是，我的母亲是智度菩萨，方便是我的父亲。智度就是大智慧到彼岸，也就是般若波罗蜜。方便则是度中的方便智，必须具足智度和方便才能够究竟成佛。下两句是一切众导师，无不由是生。菩萨以究竟成佛为最终的志愿，因此维摩诘以智度为母，方便为父。以布施波罗蜜举个例子，小王的单位每年都会发1箱鸡蛋给员工当年节礼物，小王自己用不上，就把鸡蛋送给小李，一连送了好几年。有一年小王没有把这箱鸡蛋给小李，结果小李就不高兴了。如果小李有般若波罗蜜，小王给他鸡蛋的时候，他怎么看？没有小王，也没有他自己，也没有收鸡蛋这回事，从来都不曾收过鸡蛋。这时小王突然不送了，他会心里不舒服吗？不会。如果小王有般若波罗蜜，他怎么看送鸡蛋这回事？没有自己，也没有小李，也没有送过鸡蛋，从来都不曾有送鸡蛋这回事发生。那下次换个人送或者不送又怎么样呢？这是无爱解脱，这样布施就没有爱见悲的过患，永远不会觉得累，因为一真法界什么都没发生。这样安住既没有离开涅槃，也度了众生，成就了未来的佛国土，既有智慧又有方便。大家不要觉得这么点小事，日常的道理上就能讲通，还用得着大乘法吗？如果你会这么想，就是平常没有闻思佛法的习惯，很难发起修所成慧。修行没有大小事，都要把佛法贯彻到每一个细节，没有渗漏才算入门。比如你修哲学，你对世界的看法一定要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不然你只是在玩票，没办法学好。学外道法的哲学尚且如此，何况是佛法？如果你在小事情上面不用大乘法去对治，不把它运用起来，不时刻关照，不打成一片，遇到大事你也会使不上力。有的学者看到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等等，就说并没有这种眷属，所以维摩诘居士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有的佛教学术就像这样，停留在幼儿园的程度，让人看笑话。人家只是用这种方式来回答，并不表示这个人不存在，这完全是两码事。一切众导师，无不由是生。一切众导师是指究竟佛，究竟佛一定是具足智与方便，所以才能够成就。这里的智是指般若波罗蜜，方便则通于世俗，在世间法上打滚的人，比如开公司、创建事业等等，这样的人见多识广，他观察别人或者哪一件事情怎么做能够成功，也是属于方便的范围。方便是世间的，智才是出世间的。大乘法注重方便，讲完智以后，接下来就讲方便。为什么这样？楞伽经里面有所谓的五法：相、名、分别、正智、真如。前面三法是世俗地的东西，后面二法是说有正智的人会安住在真如上面。只讲智的话，就是见无为入于正位。如果是方便，一定要在相、名、分别里面去完成这件事情。智代表空，方便代表有。般若经里面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不断的在空和有两边游走，这是在告诉你空有不二。有正智就能修空，无相、无作三解脱门，有方便能修习游戏神通，成就众生，净佛国土菩萨三法。法喜以为妻，慈悲心为女，善心诚实难，毕竟空即舍。学佛法产生的欢喜就是我的妻子，慈悲心就等于是我的女儿，善心诚实是我的儿子，毕竟空就是我的房子。弟子重尘劳，随意之所转，道品善知识，由是成正觉。各种烦恼都是我的弟子，为什么是我的弟子？因为我叫他往东他就往东，我叫他往西他就往西，所以这些烦恼就是我的弟子。37道品是我的善知识，我是靠着这个东西来成就正觉的。
诸度法等侣，四摄为妓女，歌咏诵法言，以此为音乐。度就是波罗蜜，有大家熟悉的六波罗蜜，也有地上菩萨的十波罗蜜。各种波罗蜜是我的伴侣，四摄法是来娱乐我的妓女。这里的妓女是艺妓，就是能歌善舞的女人。四摄就是布施、爱语、同事、力行。平时听什么音乐呢？歌咏佛经的法句作为音乐。我过去心里面比较烦，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就唱诸法如幻化，思忧分别起，世中无所有，一切法皆空，很快就会进入清安的定境。你也可以找自己喜欢的法句来唱。总持之圆愿，无漏法林树，觉意境妙华，解脱智慧果。总持就是能够总持一切法义的语言文字，像刚才讲的诸法如幻化，思忧分别起，世中无所有，一切法皆空，讲一切统统都是幻化，有8个时的分别才会产生一切诸法，在一真法界当中什么都没有。这就是一个总持，把佛法重要的意思用简短的语言文字摄归到这里面。维摩诘把总持当成花园，无漏法当成是树林。觉悟的心意就是干净美好的花朵，解脱智慧就是花园当中的果实。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满，不以七净华，遇此无垢人。以8种解脱为浴池，其中充满了清凉的定水。八解就是八解脱。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说，八解脱者：一内有色观诸色解脱，二内无色想观爱色解脱，三净解脱身作证去足住，四空无边处解脱，乃至七非想非非想处解脱，八灭受想解脱身作证去足住。浴池当中有7种清净的花朵，有一个无垢的人在那里沐浴。以上是在说一个修正得到解脱的人，他所安住的境界跟一般人完全不一样。一般人你问他你的爸爸是谁，妈妈是谁，他就会讲具体的名字。维摩诘居士不是化生有情，一样有父母，但他不提这些，因为安住的心境不同，所以他不会认为自己的父母是真实有，所以他就用佛法义理去回答这个问题，告诉你他的解脱境界。世俗谛的观察完成之后，相应的是一种解脱的心境。解脱的心境不是理论，更适合用文学的方式来表现。像马五通驰，大乘以为车，调御以一心，游于八正路。五通就是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他心通、宿命通。以五通作为像马来奔驰，而以大乘法作为车子。一心是指禅定，用禅定来驾驭车子，在八正道上面游玩。相具以颜容，众好视其姿，惭愧之上服，身心为华满。以32项庄严容貌，80种好作为装饰，惭愧是上等的衣服，用身心作为花满。夫有七财宝，教授以资息，如所说修行，回向为大利。七财宝就是七圣财：信、戒、惭、愧、闻、舍、慧。一般的财物可以让你今世快乐，但没有办法让你后世也快乐，只有七圣财可以让你今世乐，后世也乐。一个菩萨不是以人间的财富作为他的财宝，而是以七圣财作为财宝。资息就是资息，让钱财生出钱财。菩萨要去教授众生，让众生也生出七圣财，这就是他的资息。古代的息相当于现代的利息，利相当于经营所得。菩萨如说修行，回向给一切众生，得到最大的经营利益。四禅为床坐，从于静命生，多闻增智慧，以为自觉因。把4种禅定作为他的床坐，这是从静命出生的。静命与邪命相对，邪命是指不正当的营生，比方说偷、抢、拐、骗、娼、赌、酒、农药、武器或以杀生作为谋生途径，比如捕鱼、打猎。邪命会造成烦恼，障碍禅定。反过来说，静命则能减轻烦恼，有益于修定。用多闻来增加智慧，作为让自己觉悟的声音。甘露法之时，解脱味为浆，静心以早遇，戒品为涂香。这4句是以文学显示菩萨的心境，请大家念一遍，体会一下。摧灭烦恼贼，永见无能余，降伏4种魔，胜翻见道场。平日里不断的修习佛法，经常住在解脱的境界当中，遇到烦恼也可以轻易的降服，变得勇健无比，可以战胜4魔、天魔、五蕴魔、生死魔、烦恼魔，建立一个道场。虽知无起灭，是彼故有生，悉现诸国土，如日无不见。对于一个菩萨来讲，一切的有为法，一切的造作、教化众生等等，都是无起无灭。无起无灭相当于心经的诸法空相，不生不灭和大乘起信论的一切诸法从本以来性涅槃故。你要知道他们都是种子，就在一真法界当中，所以是无起无灭。但为了要显示给众生看，让众生能够了知，所以才说它有生，不然真的不好讲。
比如教人家要发起真如三昧，难道不发起真如三昧就不在一真法界吗？如果这样讲一真法界就好，还讲什么发起真如三昧？这是很没办法的事，就是为了告诉众生怎么修行，所以用这种好像是有违法的方式来讲。即使这样讲，菩萨还是知道，不管有没有发起真如三昧，众生都是佛，有修或没修都没有什么差别。他能够把一些国土全部显示给你看，就好像是太阳出现在空中，大家都看得到。其实这是在讲第八识，第八识也是一切的国土，所以没有人看不到第八识。你看到山河大地就是看到第八识，你看到五蕴身也是看到第八识，没什么差别。所以已经知道密意的人，不应该认为自己的开悟有什么了不起，你有这种想法才不会起慢心。供养于十方无量亿如来，诸佛及己身，无有分别想。供养十方诸佛和供养自己并没有什么差异，意思就是诸佛和自身统统都是佛，供养诸佛一定包括供养众生，供养一切的有情。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我们去营生来养活自己是一件丢脸的事，你不能这样想，因为这也是供养佛。虽知诸佛国给予众生空，而常修净土，教化于群生。虽然知道各种世界是空，众生也是空，但还是要实现教化众生，修习净佛国土的样子。诸有众生类，形生极威仪，无畏力菩萨，一时能尽现。一切的众生有各种形象，正的无畏力的菩萨，可以一时之间把这些样子示现在前面让你看。都示现什么呢？下面一一来看。觉知众模式，而是随其行，以善方便智，随意皆能现。模式是指生死魔、天魔、烦恼魔和五蕴魔。比方说，我明明知道赌博不好，喝酒不好，我还是在赌博在喝酒。菩萨不会管这些，你说什么事情不能做，越是不能做，他越是做得很高兴，做给你看。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破法，他还不是实现成魔王破坏人间的佛法。对众生有利的事情菩萨就去做，对众生不利的事情菩萨就不做。有时候必须做一些坏事让众生发起菩提心，有时候明明是好事，菩萨却硬是不做，也是为了利益众生。为什么？我们现在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现在是不是有很多佛和大菩萨都在这个人间？最大的利益应该是演说佛法，说给众生听。这么利益的事情，为什么他们自己不做？诸佛菩萨要是说法，还轮得到小菩萨说法吗？但是小菩萨不说法，智慧不容易增长，所以大菩萨统统在旁边躲着不讲话，看看你会弄出什么事情来，这都是为了利益众生。大家要注意，不要分别小菩萨和大菩萨，这样是取向分别。我们要养成习惯，用三良来抉择正悟，不用管说法人的身相，用善方便和正智，随意献起利益有情的事业，或是老病死，成就诸群生，了知如幻化，通达无有碍；或者是他是现在衰老、疾病、死亡的现象，目的就是要成就众生，让有情知道人生就像幻化的一样，让他们能够通达法界根本没有任何障碍。或现劫尽烧，天地皆动然，众人有常想，照令之无常。刚才是讲有情，现在讲无情，两个都是第八识的显示。这里是要告诉你，第八识也显示了劫尽，助劫结束了就开始进入坏劫，坏劫有火灾把世界烧得光光的，叫做天地皆动然。众人常常会有物理世界是真实存在的想法，所以第八识显示这种境界，想让众生知道，山河大地也不能恒常存在。无数亿众生俱来请菩萨，一时到其舍，化令向佛道。维摩诘居士是装病，所以前面讲的是现老病死就是他自己的写照，因为他常常帮助人，所以他生病大家都来看他，他就趁这个机会跟人家讲五阴无常等等的道理，让大家能够走向佛道。经书尽咒术，工巧诸技艺，今现行此事，饶益诸群生。这里的经书是指外道经书，比如儒家经典，我们说它是外道正教，不说它是邪教。讲外道是因为它没有办法让你离开三界系缚，而不是说它是世间法里面的恶法。咒前面为什么加一个禁？因为某一种咒语虽然能产生一定的法力，但是这种东西一定会有禁忌，必须遵守禁忌才会有效力。我有个朋友，他看书学巫术，学到后来竟然可以改变天气，快要下雨就让它下雨，已经下小雨可以让它不下雨，有这种本事。但是有一天他跟一个人讲，说我可以这样，从此以后这个咒术就再也不灵了。也许有的菩萨跑去研究儒家的经典，也许有的跑去学巫术，有的跑去当工程师，说不定有的去当演艺人员，目的都是为了要利益众生。有的时候我都很怀疑这些演艺人员，他们以杰出的歌舞或演技成名，一个歌友会几十万人，影响力非常大，这说明他的福德也是非常大。
粉丝甚至把他奉为神明，他随便讲一句话，粉丝都非常信受。你说这样是不是有利益众生的机会？现在你看到维摩诘经这样讲，你就要怀疑这些人当中有些是大菩萨的视线。曾经有人问我，为什么你总是说到处都是菩萨？那是因为我熟读维摩诘经的缘故。这样蛮好的，就算是错人也是对的。因为有情一定有第八识如来法身，我把有情当成佛有什么不对的？所以没有错人的问题，众生就是佛。你用这种心态活在人间，不容易起轻慢的心理，不起慢心，其他的烦恼就容易对治。这是真观这一世积极提倡的善法，它不是我发明的。过去佛出现在人间绝对有经教依据，大家读经典的时候都会看到。这种作意对修行非常好。拿我自己来说，我对于专门扯我后腿的人，大部分时候都心怀敬意，认为他是来成就我的。我只要这么想，就不再觉得被人家欺负。世间众道法，其余中出家，因以解人惑而不堕邪见。世间众道法指外道法，这些大菩萨跑到很多外道法里面去出家，他自己不会堕入邪见，而是把人家慢慢从这里引导出来。或作日月天，梵王世界主，或是作地水，或复作风火。梵王是指四禅天的天王，世界主是指国王、皇帝、国家主席这种职位。有时做太阳、月亮这些天体，或者做地、水，有时做风、火，这只有第八识才做得到。一个有情怎么可能跑去做地、水、火、风呢？这是在告诉你菩萨的心境，在他看来整个统统都是我。节中有疾疫，现作诸药草，若有服之者，除病消中毒。这也是只有第八识才办得到。比方说20世纪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死掉好几千万人，或者是中世纪的黑死病，这些病爆发让很多人死掉。有某一种植物可以治疗这些病，这种植物也是因为众生的业力感召而来，这个病应该要消灭掉了，大家就会知道这种药草的疗效。这也是第八识所生。看不懂的人想一个菩萨怎么变成草药了，就以为经典乱讲。实际上菩萨是以第八识为我，第八识可以生出无情。节中有饥馑，现身作饮食，先就比饥渴，却以法与人。要是有饥荒，菩萨就现作饮食。比如菩萨现作一条大鲸鱼，突然搁浅了，大家赶快来吃肉。另外第八识变作五谷杂粮也可以，跟前面的道理一样，既然可以变作是药草，当然也可以变成农作物。先让众生有饭吃，有水喝，然后再来教导他佛法，这是菩萨该做的事。节中有刀兵，为知其慈心，化彼诸众生，令住无正地。有战争，为了众生，菩萨又起了慈心，化导众生不再有斗争的心理。正道哥说，纵欲风刀长坦坦，假饶毒药也咸咸。两边都已经打起来了，你要让战争立刻停止也很难，但是解脱一向都有，不管在什么状况下，你都可以教人家解脱。打仗就打仗，不妨碍解脱。若有大战阵，立之以等力，菩萨现威势，降服使和安。如果有一个很庞大的军队，准备要把人家国家打下来，一个大菩萨现出很大的威神力来，让他看到菩萨在这里，其实不一定是有菩萨的情况。假设某个国家想要把别国的一块土地据为己有，然后别国就派兵去把他们包围住，结果他们就打消了侵略的想法。在我们来看，这是一样的事情。总之我们只看到什么？看到第八识。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看到第八识。如果你能够常常这样，真如三昧就能够成就。有人问，这段文字可以说明菩萨能够干预因果吗？我认为还是不能。如果来的这一个人他是跟众生有缘的，比如菩萨过去曾经帮助过他，菩萨对他的缘非常深，这时就不叫干预因果了，因为菩萨等于是把曾经帮助他的这种功德力用来消弭即将发起的战火，这就是可以办得到的事情。等于是菩萨过去种下了很多善业种子，到了收割的时机。一切国土中诸有地狱处者，往道于彼，免济其苦恼。就像地藏王菩萨一样，到地狱里面去救济度化这些在地狱里面受苦的有情。一切国土中畜生相食啖，皆现生于彼，为之作利益。也有菩萨跑到畜生道里去利益这些畜生道有情。是受于五欲，以复现行禅，令魔心溃乱，不能得其变。菩萨生在人间或者是生在欲界，他也是要受用这五种欲望：色、声、香、味、触，或者是财、色、名、食、睡，但他也是在行禅。这里有两个意义，一种是说菩萨在行五欲的时候，由于他一直在禅定当中，所以他并没有心行，只是有那个形象而已。就好像已经吃饱了，在不想吃的状态之下，有人硬把东西塞过来给你，你就又吃了一口。
这时候可以说你表面上有吃，其实根本没有受用这个食物。如果大家能够体会到这一点的话，就能够理解已经正出禅的人，虽然表面上在受五欲，实际上他根本没在受用。另一种解释是，你虽然现在还没有断掉贪爱，但是在受用五欲的时候，仍然安住于真如三昧。这个解释比较好，因为这部经典主要是在讲烦恼不会障碍解脱。魔看到这种情况肯定崩溃，明明菩萨在行五欲，却不会堕入魔境。火中生莲华是可谓稀有，在欲而行禅，稀有亦如是。正道歌的在欲行禅之建立，火中生莲中不坏，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在欲界行禅，靠的是大乘法，烦恼即菩提的之建立。或现作淫女，引诸好色者，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道。菩萨有时化现为淫女，去吸引好色的人，先用欲望勾引他，再想办法引导他学佛。或为一中主，或作商人导，国师及大臣，以诱利众生。一中主，例如市长或是伪书记；商人导，例如商会的会长；国师，国王的老师；大臣，国务院总理和中央部会首长。这些人都有可能是菩萨在利益众生。诸有贫穷者，现作无尽藏，因以劝导之，令发菩提心。如果碰到贫穷的人，菩萨就现作很富有的人来劝导他发菩提心。怎么劝？因为他很穷，所以菩萨就让他不要那么穷，至少有饭吃。他很好奇，你怎么那么有钱啊？菩萨就跟他讲，我是因为布施学习佛法才会这么有钱。一般人是很现实的，如果一个菩萨实现成很穷的样子，他根本不想理你，他会想，你都还比我差，还想帮助我什么？你学佛学了老半天，还搞得这么穷，我才不要学。所以在家菩萨要考虑到众生的根器，你实现成贫穷，人家还愿意来跟你学，这种人是一等一的学人，很容易就会开悟。但是大部分的众生都会取向分别，你要是视现成很差的身相，他们根本不会理你。为了度某些取向分别的人，菩萨必须视现为大富长者。我心骄慢者，为现大力士，消福诸贡高，令主无上道。有的人是因为身体很强壮，所以他就很骄傲，结果菩萨比他更强，比如拳法、举重等等，你超过他，他才会服气。也有菩萨是用这种方式去度人的。其有恐惧重，居前而未安，先施以无畏，后令发道心。人家害怕了，你就先消除他的恐惧，然后再导引他安住在佛法里面。这是在讲无畏施。或现离淫欲为五通仙人，开导诸群生，令诸界忍慈。菩萨也可能是现成离欲的五通仙人，以身作则，让众生能够安住于境界、忍辱和慈心。见虚公施者，现为作童仆，既悦可其意，乃发以道心。甚至菩萨也可以实现成下属，办事很得力，让你很高兴，其实是想办法让你发起菩提心。随彼之所需，得入于佛道，以善方便力，皆能给足之。众生需要什么，你就变现什么，先满足他的需求，然后再想办法开导他，让他能够成就佛道。如是道无量，所行无有涯，智慧无边际，度脱无数众。菩萨能够变现的样子多到算不清楚，度的人也多到算不清楚。假令一切佛于无量亿劫，赞叹其功德，犹尚不能尽。就算是所有的佛，无量劫当中一直不断的称赞这个菩萨的功德，其实这里的菩萨是第八识。第八识显示为诸佛菩萨，比如说观世音菩萨的功德也称赞不完。菩萨从无始劫以来做了那么多事，要称赞到什么时候？称赞不完。一尊菩萨的功德都称赞不完，何况是可以实现为诸佛菩萨的第八识。第八识有不可思议的功德，你再怎么去称赞他都称赞不完。谁闻如是法，不发菩提心，除彼不孝人，痴名无智者。谁听到这样的法门能够不发菩提心呢？只有那种很顽固的、没有智慧的人才会不发菩提心。